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哈，有3张的讯息都是独立的哈。那可以当成是3种新恋人的讯息，可能是3个不同的人哈。来，我们先看信心牌哈。我觉得星星牌他在讲说，有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准备好去喜欢某一个人了，可是身边却总是遇不到人，然后空无一人，总是自己一个人。那并不是一种失败的信息啦，而是星星牌的阶段啊，是一个你正在被宇宙重新对准频率的一个时候。星星这张牌在塔罗中的这个风元素其实它是带来很多的希望啊、信任，还有与灵魂长距离的一种呼唤跟呼应。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代表你的能量开始发光，但那个光芒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找到另外一个人的路径，让他靠近，找到那个道路了哦。所以星星牌的光亮是比较微弱的，但是它还是仍然有在为你们的相遇照亮一些绝对的道路哈，只是它没有那么清晰可见了。所以星星牌的图像里呢，它原本是两个水壶里面的水倒到一个壶里啦，或是一个土壤2个位置。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一种元素啊，水土的那一种重建呐。所以我觉得他这边在讲说，你不再只是等待别人给你一个情感啊，而是重新把自己的信念转回到真实世界里面哈。它有点像是魔术师牌的一种精神面转到具体的啦，可它这个比较像是说2个能量的交流啊，所以交换、交流、共通、流动啦。所以新恋人，我觉得应该会在你的信念越来越强大的时候，然后灵魂的召唤里面会互相吸引啊。对方可能还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圈里，甚至物理距离也有一点远，但他总是能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爱情的呼唤，有一种温度正在召唤他某个方向。所以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思考说，是不是这样子的决定跟这样子的走向也能够同时带他引领去到他要的爱情里面呢？因为这是一种来自灵魂的一种微弱的召唤哈。因为星星能量的运作是很安静的，它不像太阳那样很耀眼，而是在夜空里面持续闪烁的一种小小的光点。它比较平稳，比较稳定，然后你很难忽视它。然后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某颗星星，你很难忽视它。所以这张牌也在暗示说，你过去的情感作者正在被转化成一种转换成某种养分啊，一种磁场的吸引力的养分。那你会开始学会不再急着定义一份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而是愿意相信，去寻找这份爱的过程本身。你的恋人会被这种柔软的力量，在宇宙跟空间里面的力量所吸引着。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浪漫的一个感觉的出现，但它会有一种非常有一种有共鸣的方式啦，有共鸣的方式找到你。它这个因为星星牌出现，它其实很特别啦，它比较像是说，就像我们时常讲的，灵魂已经互相召唤了，可是你的肉身其实没有那么感觉到，或是不知道它在哪里，看不到。你会用五感嘛，听的、看的、闻的、感受的，身体感受的，不是触感的。它在附近，可是没有感觉到。可是它这里星星牌的意思说，其实你的灵魂已经有在某种可能在梦境里、在思维里、在空气里，已经感觉到某种共鸣了。知道接下来无论你做什么选择，都应该会遇到一个值得相信、值得连结、值得恋爱的一个人。然后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终于有人在破碎里面相信我的存在，即便我对我自己是没自信的，或是我觉得我不主流，或是怎么讲，你就觉得自己不得被爱这样。可是星星牌的意思就是说，但共鸣已经出现了，再往前走就会遇到了。那星星牌的出现也在提醒你，新恋人不会在你很焦虑、很寂寞、渴望证明自己的阶段出现，因为他会在你开始觉得自己值得幸福的那一个时刻靠近。因为当你的能量不再发出我很缺乏、我很匮乏的讯息，而是我正在发光的这种态度，宇宙才会让你跟这个同频的人互相吸引。这个就是星星牌的一种能量的魔法啦，它不是主动追求的，而是让你自己成为吸引能量的中心。那我们若要形容他的特质的话，星星牌多半指向他是一个理性啊又温柔的人。
他有可能在很多需要动脑的相关领域工作，譬如说创造的、创作的、艺术的、科技发展的这些的。那他的个性喜欢观察，喜欢思考，也很在乎信仰哦。他会被你，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被你某种内在的某种很强烈的吸引，真实吸引。所以你在他面前应该不需要去假装坚强，或是也不要去隐藏自己的脆弱啦，因为对他来说，你内在的某种你真实的本来的样子，对他来说都比任何吸引力都更有力量了。因为星星牌代表某种透明的心啦，他一开始会喜欢你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就看到你真实的那个样貌，所以你不跟他在一起比较轻松，不用去包装或是武装自己，然后他就很容易轻易的就看到你最真实的那个面貌了。所以他该什么时候要出现呢？我觉得星星牌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它有可能在于你心境的疗愈之后会重生，宇宙会比较安排的顺序是说，你要先回到自己身上，才有办法让别人看见呢。所以有可能在2个月、3个月之后，你发现自己已经重新开启了某种新的梦想，发现自己已经是新的样貌、新的身心灵状态，你会明确感觉到。然后你可能会开始报名一个新的课程，有可能会去你没去过的地方去旅行，这样。那大概命运就会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帮你找到这个，你寻找已久的人了哈。那我觉得星星牌不会透过突然的出现了，而是一种自然的方式他就突然就跟你的朋友认识啊，你去的位置啊，就这样认识了啊。它有一种轨道的交错了，类似什么？就像类似我们刚说你去上一个课程这样。你也没有去寻找他，你是为了自我实现。可是你在课程里发现你们同学就有他，或是你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的旅行，就会去一个商店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边上班，或是服务的服务生，或他本来就是老板之类的。然后或是去车站买票的时候，结果后来不知道怎么买票，或是什么套票的很难问，然后询问不知道怎么买的时候，结果他刚好也买完了，他知道，所以他就告诉你，他就以一个路人的方式告诉你，这样看似很像突如其来的出现，可是没有，他就是在你自己所寻的那个轨道里面，他在这个轨道的其中某一个点等你了。所以星星牌这里其实要告诉你说，他的出现不是你在等他，而是要等你自己亮起的时候，心里恢复那种我相信未来拥抱爱情的时候，他的光会跟上，那个新恋人的光会跟上，因为他有可能灵魂的内在发现说，他希望走向的未来，结果你身上有，自然而然就跟上了。这个是星星牌所带来的那种有点类似奇迹发生的一个关系了。再来，我们看到力量牌哈，我觉得力量牌这里的独立讯息是说，很多人第一眼都会以为力量牌是一个征服其他人的一个象征，其实它真正的力量是一种很柔软、很温暖的啦，因为它本来就是可以让很多野性的东西安静下来的，所以当他在新恋人这个牌出现的时候，代表说你和那个尚未相遇的人之间啊，将透过某种温度，而不是某种速度来靠近。这段能量非常稳定哈，我觉得也很真实啦。我觉得它不是那种瞬间燃烧的火焰，而是在长时间能够持续发亮的一种内在的心动。这个跟刚刚前面的星星牌有点类似哦。那力量牌的能量很像太阳升起前的那一道光，有很多的决心，有很多的温度。对你来说，这张牌表示你的吸引力目前正在提升。其实不是外在的那个东西了，而是你内在的情绪如果开始稳定，又有更多的自信的话，这个气场就提升。当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懂得适时对其他人、对世界释放善意的时候，然后在人跟人的关系之中，不再用谁更主动啊去衡量价值的时候，宇宙就会把这个同样懂得温柔跟坚定的带到你的生命里。这个新恋人啊，我觉得他多半是一个表面平静，但是内在很有热度的人。我觉得他懂得尊重人跟人的界限，然后不会急着去推进人的关系，也不会故意做很多事情吊其他人胃口，不会制造很多的悬念哈。他很直接真诚啦，他对感情的态度就是观察、确认，然后投入。我觉得他会把这份观察去找到谁的气场能够吸引到自己，然后你身上应该有可以吸引到他的那种气场跟气质，因为你会让他觉得说这个人，能理解一个人的力量跟脆弱其实是需要共存的那种价值。所以力量牌上面的女子啊，轻轻抚摸狮子的毛这个画面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种信任。
他讲的就是说，你跟新恋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会有一种瞬间卸下彼此防备的那个感觉了。所以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力量的讯号通常会出现在你开始不再需要假装冷淡的阶段，可能是你在工作学习或是一个新的社交圈里面的时候，因为展现了真实的自己，吸引到对方的注意。他会先注意到你的平静跟自信，然后慢慢发现你的温柔跟幽默。这个过程不是剧烈的，但是很真实。力量不是追求戏剧化的一个相遇，而是一种我好像可以慢慢靠近的那一种默契。那牌面中有一个原始的力量牌的牌面有一个无限的符号就是横向的8的那个符号，它其实代表的是爱的持续跟自我的平衡。其实这里在讲的是说，你的新恋人会出现在你学习照顾自己之后，那当你不再从恐惧出发，不再觉得爱情是一场要赢的游戏，而是只是两个人一起生活相处的那一个能量的流动的时候，宇宙就会安排他靠近。力量的讯息很清楚了，你必须先学会温柔的对待自己，别人才有机会靠近你的内心的那一种柔软。它是一个很温和的相遇了，所以这张牌其实也透露了他的某种性格我们这边有看到什么？以力量牌来说，可以看到他的责任感，还有他的行动力，然后在情感表达上面还偏内敛，他比较内敛，所以他可能工作上面可能是从事一些需要长期专注或是领导他人的工作，譬如医疗的有，运动医疗的也有。那对外人资源的话，也有可能，我想想，也有可能教育的也有那么我觉得在情感面，他不太轻易说出自己的感情但一旦确认之后，他就会全心投入。所以对他而言爱情是一种能被信任的表现，他会让你觉得说这份信任值得分享，值得给你这样。所以如果从这张牌再去看相遇的时间的话，我觉得力量牌的节奏比星星牌再快一些，它会出现在你重新找回生活节奏的时期。其实这跟星星牌也很类似了所以也许是你突然改变了生活的作息，然后突然心情有做了一些不同的调整改变然后它这种心情的调整改变很像什么？很像你20几岁转30岁的这个瞬间，然后10几岁转20岁的这个瞬间，它有这种很明确的心情的调整你会感觉到。那差不多你有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爱情应该也就出现了。再来以空间来说的话，你去探索一些新的场所啦它有可能会在那里出现。记得无论你去哪里去接触什么，你内在的能量应该要发出一种讯息，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讯息发出来说，不是要给人看到的，是要给宇宙看到的，因为宇宙会感受到你的这一个准备好了，然后他会知道说他要用很多宇宙的能量去辅助你，让你这个吸引力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但也会让提升在你们两个互相出现在彼此眼前的时候，能够瞬间被确认就是这个人那其中这个确认感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安心在你们的对话，在你们的眼神的互看，气质上就已经会感觉到安心了，不用再做太多的确认这个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的那一种累积的状态啦，因为两个人的能量都准备好了，只差出现而已。所以力量牌要提醒你新恋人其实他不太需要被寻找，他会在你内在很坚定，可是心很柔软的时候，状态会出现。所以你不需要在他面前假装不在意，也不需要过度迎合他的出现，你只要让自己保持那份稳定跟真实就会让宇宙把那个频率相同的人送到你身边了。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就不是征服别人，而是愿意用很多的耐心跟温度去等待那一个懂得拥抱你的灵魂的那一个灵魂好，那我们看到第3张牌权杖9的逆位。我觉得这个里的独立讯息就是说它比较现实一点它比较着重在现实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你的心可能曾经受伤大家都有，那现在已经学会放下对于爱情的防备，虽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放下，可是这个火能量里面象征的行动力、勇气跟界限有让你往那个方向走去，这已经是值得赞赏的了。然后
正位的权杖九它代表某种坚持到底啦，但是逆位的时候是要提示你说，你不必再用过去的经验去判断新的开始。你可以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爱情，却在面对暧昧的瞬间突然会退缩，突然会怀疑。我觉得这不是你不想爱了，而是你的直觉仍然在权杖九的牌面上还想要保护自己。因为权杖九的逆位通常出现在一个心理修复期的尾声，你正在从旧的恐惧中会苏醒，但还是需要一些学习。然后要学习说，相信他人可以不一样，相信未来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讲这么多牌，都是相信很重要啦。虽然很笼统，但是它真的是核心的真理。相信拥抱未来，相信下一个人，不是说相信下一个人会更好，而是相信这一个人所发展的故事线跟你以前不一样，所以不要被过去捆绑。概念是这个。那你的新恋人很可能就是那个会让你重新学会放松的人、松弛的人啦，轻松看待世界的人啦。它不同于过去那些会耗尽你能量的关系，它会以一种更稳定、更真实的方式靠近。他不会急着要求整个关系的结果，他在乎过程的愉悦、快乐、幸福。然后他在相处的时候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压迫。我觉得相反的，他的个性可能会偏安静然后关系上会有点偏慢热。他会知道进退得宜他不会压迫你。所以这张牌的逆位也讲了一件事情是，你最近有可能在测试命运。我这样讲其实还蛮，要我怎么解释？你的这个状况在测试面，也就是说，例如你最近你会故意不太主动联络谁，然后或是跟人的相处会用比较冷淡的语气比较以退的方式来做相处，这样对人的关系。其实这里在映射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内心还是渴望被爱，可是因为太害怕被拒绝，所以用这种测试命运的概念多做了一些刻意的事情，想要知道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合理，没有关系，你可以做。因为这种矛盾的能量就是权杖九的逆位最典型的状况，就是外在坚强，可是其实内心渴望着安全，但一直没有那个安全，所以才会出现测试。这是一种多一层的保护作用，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别扭或者是太刻意，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过程，只是这一件事情会在新恋人出现的时候淡然无存，因为它所带来的力量不需要你测试，它能够突破你所有的挑战。然后它很快就能突破那些界限，因为它的出现是让你理解有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你，而且是超过你所期待的了解你。那这份了解还不给予你置入强制他自己个人的价值观，也不逼你改变，而是只在乎了解你跟倾听你。所以这一张牌所带来的测试，在他面前是淡然无存的啦，没有用。而那一瞬间，你就会知道说是这个人。这个部分比较难，但如果你听懂，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某种它出现的时候强而有力的力量，这也能够让你去判断是不是这个人。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多做什么才能够确定是不是这个人，通常就不是这个方向。这里就点到这里就好了，因为你的心情上的直觉是更重要的。那回到现实层面上的话，权杖九的逆位其实也算是象征一种放慢节奏的一个必要性啦。你可能会认识很新的人，然后感觉到自己想要立刻看清楚结果，但是宇宙时常要我们练习停下来，去让时间去证明关系上面的信任感跟安全感。你不需要自己去花很多心思去确定，心里会自己确定，因为新恋人多半会在你放下对于结果的执着之后才会出现啦。就是你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你很想要赶快确定是不是这个人，通常这一个就不是那个方向。因为真正适合你的人会在你不是那么执着于去寻求答案的时候，他就站在你身边，然后你也不会那么特别想要去确定他是不是那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的好能量真正吸引到他的时候，是因为你只开始专注我跟任何人的互动是否让彼此都感觉到舒服、畅快、愉悦、自然。
的那一种心境的时候，对的人才会在这种能量里面被吸引过来。他有可能是旁边的旁观者就发现了，或是只是轻巧的对话的时候就发现了。那回到他的个性上的话，有可能跟你的节奏相反。我觉得，他有点偏向比较内敛的土象跟水象，不太擅长用华丽的方式去说话，也不太擅长用非常强势的方式去表达情感。我觉得他会用比较稳定的个性，让你知道说，我在这里，我可以跟你聊天，我可以理解你，我很稳定，我很倾听，然后他不会立刻跟你想要去引爆出什么火花。可是你跟他相处，会慢慢的发现说，即便他没有太多的反应，可是他的倾听的专注让你会觉得安心。那他的内在有某种耐心会带来某种时间感。其实这个时间感是代表说你们会相处很多次数，可能时间有点拉长。那这个比较像是说，宇宙丢了这个人来，其实给你某种考验是，你的重新相信爱情会出现的这一种稳定性，在时间上能不能被考验？考验什么？就像前面刚讲的，太过于执着，想要快点确定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人跟我有没有结果？他希望你放下这个，所以他丢了这个比较内敛的人出来的时候，让你发现说，爱情不是用来追逐的东西，它是在很多信任跟安全感的稳定之后发生的。因为权杖9的逆位，同时也在暗示说，你不要急着强迫自己要放下过去，寻找新的未来。这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慢慢来的，它是一种环绕式的爬山。它就爬山，它不是一个直线到山顶，它是一直在绕圈、绕圈、绕圈的爬山。它会有很多重复性，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一次到顶，你会在一次一次的思考中环绕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比较自在的情绪里面，然后不要急着让自己要完全放下，你还可以感受过去的伤口，那也可以相信这可以同步的。所以爱情啊，宇宙是要告诉你啦，其实宇宙有点刻意用权杖9逆位的这一个样式的人来告诉你，如果你遇到的话，其实这里是要告诉你说，爱情不是要你立刻忘记过去的伤痛，而是要你学会伤口还在的时候，但你仍然能够相信你在未来还能爱上新的人。他要的是这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封闭起来，不再去爱人，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舒适感。但是对于要新恋人出现，它反而是一种城墙。很难学，我知道，但你可以选择舒服的。如果你觉得你要先保护自己、封锁自己，也可以。但是它终究会有一个时间点，会让你发现可以了，满足了。你要把城门打开了，你就等到那个时候再打开就好了。一切都是什么？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放下，或是一定要往前。不需要。所以你只要感受到你对自己是真诚的就可以了。然后相信无论在任何时空，你都能够好好的值得被对待就可以了。其实权杖9的逆位在讲这个啦。那还有一个特别的是说，其实当你有前面的这个态度之后，你会慢慢的感觉到很多让你不安的人事物都会自然排除啦。然后会留下来的人，其实才是真正会来保护你的人。你不用自我保护，因为对的能量既然说他就会对你有所保护。那你该做的不是去寻找他，而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让对于未来要出现的爱情，不要设下太多的城墙，不要设下太多的考验，不要设下太多的确定的关卡。其实也不是在考验对方，而是有很多一步一步的安心的感觉，是你设下来安心自己的。其实这些你会慢慢的学会，就不需要了。因为权杖9逆位的能量会在你选择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转换出一种新的能量，然后这个能量会立刻被宇宙确定，然后它确定完之后会怎样？它会确定你的频率，然后在你周遭里面谁的频率跟你最对齐，它就会立刻找到通路让它过来，这样。那权杖9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就是它出现的时候会突然让你觉得说这次好像不一样，一定会有这种这次好像不一样。这一句话已经讲了好几次了这就是
1号牌的核心啦。好，那就这样，那我们3张牌都讲完了哈。今天这3张牌的方向比较难，然后所以我讲的比较慢，然后有一点难懂哦。因为我花了蛮多的思考跟逻辑排列组合去诉说，但希望你还是能够接收到它里面的讯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第2张，选第2张牌的朋友哈，然后这边有3张塔罗，3张塔罗你都要当成是独立的讯息哈，独立的讯息，你可以当成是3种新恋人的讯息这样。那第1张牌是女祭司哈，我觉得女祭司牌出现在关于新恋人这个牌阵里面的时候，整个氛围就会变得比较安静，然后比较深邃，因为这张牌它不是一个行动的象征。而是一种知道了但不说破的一个能量，这意味着你和那个尚未出现的人之间灵魂已经有一个某个层面上面的感应跟连结了。那这些都会在我们常常惯常里面说的，它会出现在梦里，然后音乐里面，或是一些偶然的对话里面你会感受到一种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气息。我觉得那不是一个错觉，就是你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个声音要你注意某个方向，熟悉。很熟悉的感觉，那不是错觉，而是你正在走入某种彼此能量重叠的预感的阶段。这就是女祭司牌在讲的，宇宙会先让你先感觉到它，然后才会让你真正的遇见它。女祭司牌通常象征很强烈的直觉跟内心的秘密，但最重要的是心灵连结的成熟度。因为对你而言，这张牌提醒你，新恋人不是凭着外在条件出现的啦。记得，它不是外在条件出现的，它不是因为你努力的寻找它，也不是因为你主动去追求才会出现的对象。它更像是一种命运里面，如果是很多的山谷里面的回声，你对着山谷说你在哪，然后会有一个回声回来，他就告诉你说，那个回声的时间长短会让你知道说它跟你的距离，这个是你的灵魂才会知道的距离啦。但是你的灵魂会确定说有一个回应的人，甚至这个回声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语言。这个是女祭司在讲的这种内心里面在能量上面的一个回音回声这样。所以当你的状态开始回归到比较平静，情绪比较稳定，然后越来越信任自己的直觉跟感受的时候，那你这个能量就会绽放，它就会被吸引过来。那你可能暂时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啦、样子，这个都是比较无感的位置啦，感官的位置。但心里有那一种我好像快遇到它的预感会非常强。其实这个也是女祭司牌已经在你身上启动了啦，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敏感，可能会对突然出现的某个人事物莫名感觉到有些注意力，或是某个网络上的社群上的陌生人，或是一些公开场合看到的某些人的背影剪影甚至你可能耳边会一直出现某个很类似的声音这样，然后某种讯息，因为有一点很奇妙的感觉你会觉得怪怪的，可是那就是因为直觉内在的声音越来越放大。因为女祭司的讯息是要告诉你说，不要急着找出答案啦，因为宇宙我在编排某种路径，你只要照着走，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跟稳定就可以了。观察整个世界，但不干预这个世界，安安静静的感受内心，不跟其他人做回应只跟自己做出反应，听就好了。所以新恋人对应到这张牌女祭司牌的时候，通常就在讲说内在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正在启动。我觉得他这个人应该不是很多话的人，但是他有一种喜欢深度沉思的一个习惯，然后喜欢观察，观察力很强，观察很多细微的东西，对物的感情特别高，物件的物然后人际关系也很有强的敏锐度，但他不一定会说破或是说出来。初期你认识他的时候，应该蛮不容易看出来他的真实面貌，因为他不会急着表达，但他也没有在隐藏然后他也没有夸张的语言。相反的，我觉得他会透过开始慢慢的对话去理解彼此，然后一步一步的找到你跟他之间的共鸣，而产生很强烈的连结。每一次的相处，他都会记得很多细节，譬如说你说话的语气、你的习惯，或是你提过的一些小事情。
然后之后你慢慢相处，他会从这些细节里面去演化出新的达成理解共鸣的一个内容，所以你会发现说他是很细心的去观察你、理解你的人啦。那女祭司同时也带来某种考验的能量哈，因为宇宙要你在这个阶段练习信任自己的直觉，而不是陷入各种猜疑跟依赖各种征兆。哦，直觉更重要。你可能会怀疑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感觉，或是不是我想太多哈？就是说他出现之后、相处之后，或是刚开始认识一些新的人了之后，会开始想这些问题。那这种不确定感，其实就是女祭司在考验你啦。哦，你的直觉现在只是一种吵闹的声音呢，还是你真正听到了某种真实的声音、真实的直觉？你的确定讲，其实这是一些考验呢，因为还是会遇到一些乱的能量在打乱你，然后你慢慢的确定自己的直觉之后，你就不会被这种外在的线索征兆所干扰，你那个直觉会很强，会越来越清晰，知道说不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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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谁，内在会有这个感觉哦。所以实际的时间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女祭司的能量帮你找到新恋人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啦，但是是高度稳定的。它不太像是恋人牌或是权杖牌这样子很有冲动、很有行动力，而是他会去找到你们之间那一个最优美的节奏跟旋律。那新恋人会在你某些现况里面会出现，就是你开始享受独处，安于单身，没有在追求一定要有谁陪，然后内心也没有完全封闭，也不抗拒爱情的到来。这种很松弛的状态的时候，不去追，不去等，不急不徐的状态的时候，你散发出来的磁场是非常平静的时候，差不多就要出现了。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些波澜波动的话，那就还有一点距离哦。你不要强迫自己，你就好好的生活，它自然会走到这个平静的状态。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新的感情会是一种灵魂的互相学习，对方会让你重新思考很多爱情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互相的。他并不是你的导师或什么，而是你们会互相的哦。只是突然间你不太跟别人诉说的东西，跟他出现的时候就会开始诉说这样。那信任感也会在这之间延伸啦。所以这段关系在初期的时候，应该那种安心的感觉不会先出现，它比较多的是交流啊，因为他跟你以往所认识的人有明显的不同。他有一种好像有能力看穿你心思的感觉，有一种不安，觉得自己好像被看穿。可是你慢慢的发现说，他看到的都是你内心更深、更稳、更真实的那一面，别人其实抓不到的。需要一点时间，你才会发现他是你很值得诚实对待跟信任的人。哦，所以女祭司牌这边在讲啦，虽然你现在是一个人，是孤单的、孤独的，但是你仍然保持信任，宇宙会带来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宇宙都会给你最好的东西的这个信任出现的时候，那就表示你的灵魂有某种直觉也觉醒了啦。那它出现在你世界的时候，也是代表说宇宙已经确定好它可以来了，也在帮他确定说你该出现的时候。其实宇宙它对于命运的安排其实很温柔的啦，可是重点是你内在的相信要先出来。来，我们来看到第二张牌哈。第二张牌是魔术师牌哈。我觉得当魔术师牌在新恋人这个题目出现的时候，整个气氛会变得很鲜活哈。因为这张牌其实有一点点风跟火的能量的结合啦。当然，它其实四方能量都有啦，它就是一个完善的四方能量都准备好之后，要去显化一些你内心精神世界的东西。因为它本质上就象征某种创造力跟主动性啊，还有一切都能开始的那个最好的契机，开始的最好的契机。所以它的讯息其实很直接啦，宇宙已经准备好让你重新启动爱情了。不同于你女祭司的那种静啊跟等待，魔术师是让事情发生的力量。当它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意味着你的新恋人会以某种明确的方式进入你的生活，不再只是一种直觉或梦里的感应啊，而是具体可以感受到的一种互动哈。魔术师通常象征一种擅长沟通，然后懂得展现魅力的人。他的出现啊，往往会让你感觉像是命运忽然按下了开始键，也许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对话，一个临时的合作，或是一种街角的书店的场所的一场偶遇。这个人会让你意识到说，我好像很明确的被他吸引。
而且那个吸引不单单只是外在啊气质啊，而是一种能量，有一种对接的很清楚的感觉。你们的思考方式、幽默感，甚至彼此对话语境的反应速度，都很契合，都很相仿。所以这就是魔术师牌的那个魅力啦，它会让平凡的那一刻变得非常有故事。所以魔术师牌也在暗示说，你和新恋人的相遇可能发生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是静止的状态。换句话说，你不会在封闭的环境里面遇到他，而是在某个你主动参与的活动啊、场合啊、事件啊、计划啊、创意活动、旅行，或是主动参与的社交情境、社交，它有点比较像是你主动进入，或是你知道有某些约会你想主动参与的那个状况啦。所以当你魔术师牌代表说，当你专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宇宙会借由那股投入的能量，让新恋人被你吸引。魔术师牌的关键就是在于展现真实的自己的那一刻，那个能量就散发出去，做一个很强烈的连接。你越真实越自在，你的能量就越有磁性，越有吸引力。那对方呢，在魔术师牌的暗示上说，他是一个行动很强的人，也很聪明，他不害怕尝试，甚至有时候显得有点冒险。那工作方面，以这里的魔术师牌的暗示，就是有可能是做一些科技啊、工程师啊、艺术啊、设计啊，可能也有做媒体，也有可能表达一些新的创意、新的发展，或是创新的就是创造事业的那一种，比较各个领域里面比较前端走前线，风险比较高的这种工作的范围里面的啦。因为魔术师牌代表说，这个人他其实表达他的语言啊、语境啊是很有感染力的，他的想法是很有感染力的，然后也懂得让别人跟随他，而且是轻松的、放松的跟随他。我觉得他不是那一种传统的浪漫的人啊，他有自己的生活的表达的节奏跟风格，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会被你这种很自然不做作的能量所吸引，他会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奇妙的安静的光，不同于他，所以他想靠近。为什么有东西是没有办法被他的这一种活动力或是主动性所影响，还能够自主的站在自己的位置很安静这样？所以在某方面来说，你们两个是有某种气质上面、内在心境上的差别啦，才能够造成一种很奇妙的好奇跟吸引。不过魔术师牌带着一个提示，这段感情的开端可能会来得很快，然后会有点太顺利，然后你可能开始怀疑说是不是有点太顺利。那它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事情发展的比预期来得更自然，然后聊天很愉快啊，话题很容易对上，节奏很契合。然后这里要说的是，不要因为前面这股这么顺利而去太着急的去定义关系，因为魔术师牌的能量蛮像烟火的闪亮的很快，也可能后续需要更强的支撑力，所以宇宙希望你在享受的同时也能够保持察觉，也能够逐步的建立更多这份关系的一些基石啦，不要太快，不要让节奏比你可控制的再快很多，尽量让它比较平稳的进行就可以了。那魔术师牌的正位其实象征某种信念化的一种你内在信念化的精神化的一种具体显化实现啦，所以意味着说你最近所有对于爱情的渴望，或是对于爱情相遇的一种幻想，其实正被宇宙转换成一种具体的事件。所以你最近的一种意识上面的有点梦想成真啊、心想事成，关于爱情的都有可能会显化出来。你可能会把可是它这个显化，它比较多的是一种很多频繁的巧合所重叠出来的一个事件。怎么说？就变成是说，可能你最近像不同的人会约你去同一个地点，很奇妙，常常会要去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区域这样子，同一个城市，然后你跟不同的人会有同样的话题。大家都在提到同样的一件事，还有就像我们常说的，会有重复的数字出现。其实任何时候，我们不管什么天使数字或什么啦，如果你时常在某一个短时间内常常看到某一个数字的话，数字本身的意义我觉得不大，重要的是说你正在跟某个人的能量重叠，所以某些数字、样式、事件、话题，很多东西会重复出现。这个都不是随机的，这个是能量的重叠与共振。所以，当你愿意相信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小巧合的时候，你相信了这些数字，代表说，比如说你在这个礼拜就看到同一个数字，看到了大概3次、4次，然后你心里就觉得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字，那它这个魔法就没办法执行。你看到说，你心里就知道说，
我已经跟某个人有连结了，有重叠了，那这个就是你相信了命运的提示，那命运就会带着你走。好，要这样，因为这是身心，不能说这是身心灵的世界，这是直觉领域的世界，你必须要这样子相信，你才能够跟能量做连接。记得哈，一定要这样子。所以从心理层面上来说，魔术师牌代表那种重新学习互动的另外一个提示，也代表说你曾经过去有一些伤啊，对于你去跟外人、其他人接触的时候有所变动，有所迟疑。但这地方要提醒你说，你要有能力再重新创造跟任何人连接的关系，而不是等待别人决定你未来走的方向。因为新恋人的到来，其实在某方面也是在测试你有没有从原本的位置往外走出去了，你的好奇心有没有比以前更大了，你的恐惧是不是有在压下来了，你对人跟人之间的真诚的相信。互动的这个真诚度有没有回到你原本的最好的品质了？如果这些都有了，那就表示你爱情正在这个重叠的范围里面被唤醒，那对方就能够容易看到你，你会容易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那他的主动性就很强。所以魔术师牌要你记得命运不是只属于被动的人而已，真正的奇迹，真正的奇异点是你愿意参与各种位置的事件的时候发生的。你的新恋人不会出现在完美的剧本里，不会出现在你以为的剧本里，但它会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真实生活的某个转角、某个巧合里面。只要你要相信，去触碰。好，所以当你不再怀疑自己的吸引力，不再怀疑自己有光在散发，不再退缩到自己的壳里面，不再退缩到自己的阴影里面的时候，这个魔法就一点一滴的帮你点亮附近你们要遇见的这一条道路。你会越走越顺，越来越知道往哪里走。然后那个人其实有可能已经在你附近被你的光吸引，他现在还在找个方法要靠近，然后灵魂已经被召唤，他在找到最好的、最自然的节奏去靠近你，去认识你。好，那我们再看到是隐士牌哈，我觉得3个独立的讯息来说，隐士牌出现的时候，让整个气氛变安静，它是另外一条支线哈。这张牌是非常非常强的土能量，代表内在的探索跟时间的沉淀，还有成熟的思考。这张牌跟魔术师牌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刚魔术师牌是不是说它有点像烟火，所以你要去按部就班的把刚认识这个人感觉不错，这个人有些相处的基础要先抓的比较稳。可是隐士牌出来的时候，你就不用刻意了，你们一定会抓的比较稳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沉淀跟成熟跟对话。它不像魔术师牌那样外放，也不像猎人牌那样浪漫激烈，而是在提醒你说，新的感情不一定是从热烈开始的，有时候是从2个人从孤独之中彼此理解的时候开始。这张牌是一种慢熟的能量，意味着你和新恋人的关系应该会以一种深度聊天的深度、互动的深度来展开你们彼此关系的累积跟基石啦，慢慢发展。所以它真的有别于魔术师牌，它就是会慢慢的哈。所以隐士牌的出现通常象征什么？命运正在让你重新思考爱情的意义。所以你可能最近会比较喜欢独处来了，这个点跟魔术师牌的不太一样了。这边隐士牌讲说，如果你最近比较喜欢独处，然后不太想应付无意义的社交。然后表面上你是远离人群，但是实际上你正在准备迎接一个自我灵魂深度的探索。好，这就是隐士牌所带来的一个讯号。如果你最近比较接近这样子的感觉的话，那你就是走隐士牌这个路线哈。所以新恋人会在这样子的气氛里面，你所散发出来的气氛里面吸引他，可能跟你一样，现在正需要时间跟需要信任去打开自己内心的心门跟心房。他不会一开始就给你明确的暗示，他会在很多的相处里慢慢的去展现他对你的信任、真诚和稳定。因为隐士牌的灯代表一种智慧的光芒嘛，所以在爱情里面，它象征那一个愿意在暗夜、午夜、深夜、子夜里面走向你的那个人。他不是为了走向，他不是为了拯救你，而是因为他理解孤独，他理解等待，所以他想跟你走在一起。但我们是独自的，所以他通常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沉淀。他这个人会是一个非常沉淀有点冷感的人。然后，可是他其实心里也有一些过去热烈的爱情、深刻的感情的失去，所以对他来说，爱情现在来说不是只是一种浪漫，而是一种陪伴与成长。所以你会在他眼里看到，他懂你，他知道为何你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准备迎接一个自己更有身心灵魂深度的一个自我的探索。他知道，他懂你，所以当他懂的时候，他就会靠近，他会跟你对话，他想听出你，或是听到你不曾对其他人所说的话，因为他懂，所以他让你理解他懂之后，你会愿意说出。所以隐士牌也在提醒你
新恋人啊，并不一定会以一种恋爱的形式立刻出现，他可能会先跟你成为朋友，他可能会成为你一些教学相长的一个关系、合作关系，甚至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或是网络上发文有困难的时候，他可能传一个讯息来去给你一些小意见、小支持，然后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隐士牌的能量发展的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宇宙刻意这样设计这个节奏，是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份关系可以长久，他需要你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建立在彼此真实的理解上面，而不是激情的误会上面。好，所以当你接受慢一点点关系的成长也没有关系的这个感觉出现的时候，隐士牌给的命运的节奏就会相较于前面魔术师牌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是比较慢的哈。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隐士牌暗示这个人的工作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多的是从事一些知识的、心理咨商的，或是一些文学的、哲学的、比较研究类的、教育类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不常说话，但是每次要说出来的话都惜字如金，因为都要有重量，所以他并不容易只被一个人的外在吸引，他喜欢内在灵魂有所牵动。因为对他来讲，安静、成熟、平静，然后偶然对于整个世界的提问有所迷惘，在寻求答案，这样子气质的人对他来讲才有最真实的吸引力。所以你会让他觉得终于有一个人可以慢下来了。好，所以无论如何到这里我都说，无论你现在的心境喜欢走什么方向，你就尽量去走那个方向，因为你才会展现你真实的魅力，才会对到不同的牌所帮你走的路径啊。所以隐士牌这张牌也象征说，可能两个都在内心疗愈的过程之中产生某种奇妙的连接，所以当它出现在谁是新恋人这个位置的时候，意味着你们的相遇会发生彼此都在整理过去的那个阶段。也许你整理某个关系，正在修复自己的心，但他可能离开了某个工作，在整理自己的生活，都算了，不一定都只是爱情。然后你们不会在彼此的心境对于整个世界最热情的状态遇到彼此，但是会在非常在乎自己内心是否真实的状况的时候遇见彼此。然后两个遇到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包装，也没有特别的伪装，因为对彼此没有特别的欲求，也不求结果，只求当下的认识的对话有所共鸣、有所理解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就是最好的开始哈。所以从时间上来说，隐士的节奏可能是这整3张牌里面最慢的啦。因为他要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提炼、淬炼，让彼此的信任变得比较累积。这可能意味着，未来这几个月会有一个人慢慢的靠近你，他会透过简单的对话，甚至一起合作什么，甚至反复的相遇，产生了一些感情。这不是命运拖慢你，忘了你，把你遗忘在比较远的地方，排列组合排在比较后量，不是，而是宇宙认为现在的你更适合这一种慢热慢熟的能量，它让你有更多的能量去探索自己的内心身心灵的一个提升，心智上的提升之后，再去面对爱情，也许比较安全，但是也比较享受。所以隐士牌要给你的讯息是说，不要害怕现在自己一个人的孤单，因为现在这个孤单呢，正是你要进入爱之前的一种前奏曲，或是一种静默，安静下来。跨出那一步之前，你需要长时间的一个静默。也有可能是你整个人生长河里面这一段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会跟自己相处，享受只有自己生活的一个阶段。也许你之前有可能单身独处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隐士牌在告诉你说，你那些独处会不会只是形式上的个人，总是一个人而已？可是你还没有认真的去，或是想要严肃的去探索，怎么样叫做享受自己一个人。然后安静到可以聆听到自己的声音，这边有在讲了哈，直到你能够自然发出一种我自己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匮乏的频率。他在讲这个，不是单身就是你已经享受独处，而是你有认真的去知道享受独处是什么样子，才能达到我知道我并不匮乏。这个我不匮乏的感觉，就是我真的自己就好了，不需要恋人的一个等级。一个状态，它会有另外一种频率跑出来，然后这个频率跑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时常说的，你才会释放出让爱情真正好的能量进来的空间，那个完整的人才有路径被宇宙安排走进来。所以不期待才会有好的东西进来，我们都是要训练这个东西，我们最多就期待自己的独处是不匮乏的，这才是我们核心目的哈。因为
每个走进来的人，你们不是要互相填补自己寂寞的空洞的啦，而是两个人要携手照亮彼此未来的路，一起往前走的那个。尤其隐士牌这边在告诉你说，彼此是自己的那盏灯之外，也要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人那一盏灯，是彼此的提灯人、指引者。好，那这是隐士牌在讲的。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要讲的一个方向。好，希望给你一些不错的概念啊。记得3张牌是独立的讯息，你要去听出来你现在的状况比较符合哪一个。那他所讲的内容可能就会比较符合你，但是也不代表其他2张牌不属于你，而是你可能会有所转变，会比较接近其他牌。反正你记得要尽情的努力的感受一下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灵状态就对了。好，那这样这2号牌的朋友，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他这边有3张塔罗啦，3张塔罗你要当成是不同的新恋人的讯息，它比较像是说一次给你3个方向这样，然后它的内容会讲到你的心境跟情况的时候，你看哪一个比较接近你，那大概那一张翻牌的内容就比较接近你的哈。那3张牌也会有重叠的哦，那重叠的这个更重要，表示它就是你选牌里面最应该要出现的一个讯息跟象征哈。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第1张哈，金币国王的正位。我觉得金币国王的正位出现在我们在提问新恋人的位置啊，他在拿的这个题目的时候，这张牌代表了说，它是一种有安全感的靠近的一个讯号，因为它是一个很强的土能量，所以它的属性象征一种稳定、现实跟可以长期投入的一个能量。这意味着你的下一段感情啊，这个新恋人所带来的这个感情啊，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激情啊，而是可以让你可以慢慢放心的人。慢慢放心这个人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我觉得他不只是情人，他更像是一种陪伴，然后可以跟你一起建造生活的那种伙伴，也有这个意味在这里面。所以宇宙正在让你靠近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也知道自己如何爱人的人。金币国王是我觉得整个塔罗牌里面最有责任感的一张人物牌。它代表的是一种因为它国王金币是双土能量，因为它通常代表一种情绪是非常成熟的，生活是稳定的，懂得照顾他人，也懂得照顾自己的一个人。这个人啊，多半在现实生活里面有一定的基础啦，工作、学业、家庭、财务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的人。他已经过了那个摸索的阶段，然后他不再需要透过爱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想要找一个互相支持、共享平静的那一种人。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很明显的生活踏实感。他可能不会带来一种很剧烈的，像比较年轻的时候心底的那一种悸动跟心跳，但是你会发现你会开始迷恋待在他身边所带来的那一种安全跟安稳的感觉。因为这张牌同时象征着爱情会有某种很实际的行动，脚踏实地、扎实的行动。这个新恋人不会用很夸张的浪漫去表达，他会用很具体的行为让你行动，去让你感觉到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在意你的。可能是主动询问你是否在吃饭啊，记得你一些小习惯啊，或是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静静的出现啊。他不是那种一开始就让你头晕目眩的那一种，好像罗密欧朱丽叶的爱情这种状况的存在，而是会一步一步让你觉得说，原来爱情可以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带来这么平稳的心境。所以这样子的节奏也许不会像电影情节那样很刺激了，但是它正是可以让你走得比较远的那一种人。因为金币国王的能量也带来某种信任，它的出现啊，代表宇宙认为你已经准备好接受真实的生活的稳定的感觉了。所以这段关系可能不会以一种非常豪华的方式开场，它反而会从一种日常的场合里面，比如工作场合啊、朋友的聚会啊，即便网络上的互动，它都有可能会出来。然后他应该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不太注意过的人，然后却在一次的交流互动里面，发现这个人其实有一个你没有预期到的一种温度。其实我觉得他的出现是整个命运在告诉你说，爱情啊，其实都不要去等待那一个契机，它比较建立的是在一种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里面，然后一次很真诚的互动里面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看到心理层面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金币国王会被一种很真实的责任所吸引。他的意思是说，你身上会有一种真实跟责任感会吸引到他，你不需要特别让自己变得很耀眼或是很神秘才会吸引到他，你只要稳定的做自己，真诚的做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保护好自己的节奏，维护好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他会被你对于生活的态度的特殊性的独特性
所打动。尤其是你本来就很喜欢照顾自己，很会照顾自己，然后很喜欢一直不断的让自己读书、念书、参与很多事情、学习很多事情、参加很多课程，让自己成长的那个样子，这样子的特质会让他觉得说你是一个不需要被任何人拯救的人，反而是可以跟他一起并肩共行到未来的人，这个就会非常吸引到他。所以金币国王也在提醒你在与他相遇之前，宇宙可能会先让你面对某些自我价值的课题、自我提升的课题。因为金币国王象征的不只是物质，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为什么会被爱，为什么值得被爱的这个课题。所以，当你不再用很多的条件去衡量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或是去确定一定要某些条件才会出现爱情，你抛下这些之后，而是单纯的只相信说，我的人就是值得被一种稳定和谐的能量所对待的。然后，那这个人他就会发现你内在也散发出这个跟他相同的特质。你希望两个人的爱情跟关系是建立在非常稳定的魅力上面的、稳定的吸引力上面的、稳定的节奏、稳定的交流里面，因为对方也非常渴望这样子的稳定的真实。所以你内在有这个东西的时候，灵魂就会有所呼应，能量就会有所呼应。所以当你们两个越来越靠近，你就发现说，这种两个人都相同相信的幸福价值，会把你们两个拉近。两个一接触就会遇到了啦。你也不用刻意去让你自己变成这样，而是你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请你把它维持住，这个对的人就会靠近你。所以在时间上面呢，金币国王的节奏其实蛮慢的。记得遇到土能量的时候，在讲时间的话都是比较慢的，但是它会比其他3个能量都更稳定，慢。稳定，它比较像是砖块在砌房子啦，堆砌盖房子，节奏是比较慢的徒手这样，可是每一个都会比较稳定，然后也非常确定因为是自己亲手处理的，慢慢的走的，然后整个过程因为很稳定、很确定，所以他不会有很多的焦虑。所以当你遇到这个人后，你感觉到这个人的真实感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深很多，所以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他就开始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了。那也有可能他已经在你的生活的周遭了，只是这个视野还没出来，整个启动感情的那个阶段还没到。但是近期会有很多人，如果开始跟你讲话，都是新的人、陌生人的讲话的时候，新认识的人讲话，记得你要打开对话，不要闭锁，好奇对方，让一切都允许，一切都是自然的就发展，他就会不小心就进入了金币国王的这个稳定的交流状况。所以金币国王在这边其实想告诉你的事情是说，爱情呢，它不一定是要轰轰烈烈的啦，但它一定需要可靠。那新恋人不是来挑战你的情绪的，而是让你学会说，被照顾和照顾别人，互相照顾这个概念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是比较符合这样子的概念的话，那你就比较符合今天国王所讲的这个新恋人所带来的这一条路径。它不会让你反复怀疑说爱情是什么，而是让你有勇气，在一份感觉还比较稳定的状况之下，放下很多心理的戒备，然后两个人一起为了往未来花任何时间，一点一滴，每日每月每年这样子建构下去的。他希望的是爱情是这样子慢慢的稳稳的往外来走去的这种。如果你是这种态度的话，是这种概念的话，那金币国王的能量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已经吸引到这样子的人来靠近了，因为他要的是你们两个一起去实践成长的这一个梦想。那再来第2章是权杖皇后，他已经到权杖了，那就表示他这个概念可能跟金币国王差很多。因为当权杖皇后啦，讲错了，是权杖皇后。因为当权杖皇后出现在新恋人这个位置的时候，整个气场它是明亮，它不是在走这种安安稳稳、冷冷静静的，它是走一个超级明亮的状态，而且它是会有绽放出无限魅力跟自信的，还有吸引力，它是很强烈的，一出场就吸引大家目光的这种能量。因为这张牌在爱情里面的讯息非常明确，就是你的新恋人会被你的真实能量所吸引。其实啦，无论你看到任何状况无论是任何牌、任何题目，它最后都绕不开，你们一定只会被真实吸引，因为宇宙的能量的定义，它只去捕捉真实的人，太过的包装，太过的表面，不是不好，而是宇宙很难安排对的路径给你。所以无论你抽到哪张牌中那个题目，它都会告诉你说，新恋人都会被真实的能量吸引，这个就记住，它这会非常非常非常常提到那真实能量代表什么？它不是外表，也不是一个形象的问题，他们都会看到你在做自己的时候有一个闪亮的那一面，有专注，有热情，即便任性也没关系，但是足够真诚。因为宇宙在这边告诉你说，我们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因为真正属于你的那一个人会被你最自然的真实的样子所吸引啦。所以权杖皇后象征的不是那种隐藏的，她相信的是情感应该有流动，
要有表达，要带着真实的生命力，你的独特的生命力。所以当这张牌出现在我们在寻找新恋人这个脉络之中的时候，其实在告诉你说，你会吸引到一个欣赏你很坦率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第二张牌权杖皇后这边才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你自己，也许你的人比较不稳定，比较浮动，你比较外放，可是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的话，那就表示你要靠着这个坦率的人吸引到你真正的新恋人。因为他会喜欢你说话的语气，他会喜欢你笑起来的那种真诚的表情，也会喜欢你专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毫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的那种样子。对他而言，你身上那种很真实的自我的感觉，是他想靠近的那种能量。这些都超越了所谓的外表的吸引，而是你好像真的活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感觉了。所以回到权杖王后在讲这个你的新恋人的话，他这边在讲说，你的新恋人多半是一个很积极的，然后也有可能很外向，行动力也很强的人。他不喜欢暧昧不清的一种互动啦，而是会直接的表达对你的一种欣赏跟喜欢。可能在工作合作中，他会看到你的表现很好，他会去立刻跟你互动，跟你讲说你表现得很好。他会舍不得不去跟你说你很棒。然后在社交场合之后，他会主动跟你对话，因为他会先专场你跟其他人对话，他发现你很真实。然后他这个人他不怕害怕被拒绝，所以他想靠近的他就会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热量的人，热度的人，所以权杖皇后的能量很有感染力，所以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热很烫的能量的人靠近，所以这段关系的一开始就是比较热的、比较温暖的、很自然的，很像两个太阳的互撞了，然后互相给彼此很强的温暖。不过这张牌在提示你你们的两个热情都很强烈，所以要平衡。怎么样平衡？要互相不要都只是你在展现自己，或是让他展现他自己，要平衡，互相礼让，才能够遇见彼此比较内在的那一个更多的部分、更深入的部分。那但是呢，也因为这样，你们两个人可能会被彼此的强烈的积极度所吸引、所带走，然后有的时候会忘记时间，有时候会忘记相处的节奏，有时候会很快。今天才见面要去哪里，明天又约去了，后天要去哪里？他的意思说还要再保持一点点节奏，要拉一点距离。因为权杖皇后有一点在提示说，不要让它燃烧殆尽的这么快，应该要让两个人持续发光。所以你不需要用讨好的方式来维持这份关系，而是只要保持着自己的那个亮度就好了，然后让他靠近，或是你休息一下，然后再靠近他，这样子要有点互相你来我往这样。因为彼此爱上彼此的是那种往未来追逐的那一种能量，然后敢于表达的能量，然后懂得怎么去对于未来性去找到新的快乐的你们。那在现实层面上，我觉得权杖皇后代表的代表很多的工作场，这个工作可能是需要很多的社交场合，然后需要接触到很多人的能量，所以他的工作应该就比较多的是一堆人一起工作的，譬如说做舞台的、做演唱会的，然后一个团体的，然后需要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讨论很多事情的，这样有共同目标的这样子的，他的工作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不是独自工作的人，他的工作环境要配合很多人的那一种。那在某方面来说，他看到你的时候，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被你某种很奇妙的。跟人互动的时候，会内在散发出一种奇妙的勇气的感觉，好像你对于很多事情都天不怕地不怕的，好像想询问就去询问，想去认识谁就认识谁。他很喜欢你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所以这段关系从你们一开始遇见，然后到有可能有交流、互相认识，一开始多半都是从互相偷偷欣赏开始的，然后再慢慢发展出更深的连结。所以这个人如果出现的话，或是现在，你不用急着去猜那个人是谁，因为宇宙会透过时间让你慢慢发现说，原来是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的亮度会慢慢的去把别人变暗淡他会慢慢的浮现出来，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他。所以在心理层面上说，我觉得这张牌代表的是那种自信上面的一种疗愈就是你的这个新恋人可能会让你重新相信自己是值得被喜欢的，不是因为符合某个标准你被喜欢，而是因为你本身就有光，你被他叫醒了、唤醒了。如果你现在能量比较弱的话，它的出现其实会把你叫醒你本质上的那个光芒，不会输给他。你们两个是差不多的，就像我刚前面讲，这是两个太阳的能量，你们两个不是互相依附，而是互相照亮。可是可能你们遇见的时候，有人能量比较弱，尤其是可能是你比较弱的时候，他会把你照亮叫醒所以他在整个相处上面，你会发现说，他给的情绪价值很高，他可能会变成你生活上很多事情的最强的支持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那
你们两个会互相学习到彼此的某种特别的温柔，也会互相学习到彼此的某种对整个世界的挑战的一种勇气啦。所以从时间上来看，这段关系会发展的会比金币国王的快很多，有可能会在几周或是1-2个月之内就会有明显的互动哦，因为它不像命运需要慢慢的流动，它是你们的自我的生命力一直不断的为你们开启很多的门，很多的下一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热情，现在做很多事情都很热情的人，记得你就保持这个热情去做闯关，去做点燃，去跟大家互动，去照亮很多你想做的事情的话，你的这份光芒吸引力很快就会被他看到了。那我再看到第3张牌战车牌，我觉得战车牌它跟前2张牌它走的比较抽象一点。这位战车牌讲的是说，有点在明确的确定新恋人到底是谁的方向而往那边走去了。因为战车牌本来是水能量嘛，可是它其实也有很强的火的意识在里面，代表说他的行动是跟他的情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是看到了明确的目标而往那边走的。他说明说你的新恋人如果你意识上有感觉到有一些明确的感觉的时候，这个不是模糊的幻想，而是那个人真的已经是往你这边走来的路上了。因为他的靠近，我觉得他的靠近不再是宇宙的暗示，而是现实正在逐步展开某种过程。因为战车牌象征某种目标啊、推进啊，或是决心。这段感情会发展的比你预期的更快，更有方向感。我觉得你的新恋人是那种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因为他的出现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突发性，例如一个临时的安排啊，一个网络社群上面的一个邀请啊，或是一个不打算出门，可是结果应该是说不打算去的某种聚餐聚会，可是后来还是去的时候，就发现意外的遇到他。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出现看到你的时候，他还蛮主动，他还蛮直接的。然后他不太会受人控制，然后他有自己很强的自我意识，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错过任何要跟你认识的机会。然后他即便发现你旁边有很多人在跟你聊天，他还是会单刀直入就走到你面前，就是说跟你讲说他想要认识你。因为战车牌的出现代表说他不会拖泥带水，他想靠近他就会靠近，他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可以，他会用行动告诉你说他对你的感觉是有别于任何人的。所以战车牌其实在提醒你这段关系只要它一出现，就会带来你的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因为战车牌本来是一个推进的象征，它会把你跟他一起推上新的阶段。所以当他以爱情的方式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宇宙其实是要靠他把你拉到新的位置，要你离开原本的某种生活习惯、舒适圈都有可能。所以你遇到他之后，你会发现说，你过去的某种在爱情上面的一些习惯，譬如说相处要很小心啊，然后会比较慢熟啊，然后会观望好一阵子之后才会跟这个人走比较近，这些在这个人出现之后会完全不同。他会立刻把你带着走，然后你会一直好像有一点点被推着要赶快对他做出回应，可是又产生很强烈的信任这个人。然后好像整个命运的速度比你之前的生活再快很多，事情变化很快。这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会带给你的感觉，你好像会觉得说，怎么我本来是坐一辆火车的节奏是比较慢的譬如说 A 点到 B 点要坐3个小时，2个小时的，结果这个3-4个小时，就这人出现的时候只需要1个小时半或2个小时就到的这种感觉，突然一切都加速了，生活一切都加速了，变化变得很快了，因为这个人有一种往前推进的能量很快，他会带着你会做很多事情，就是说他会很主动告诉你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哪里，我带你去哪里，我带你去看哪里，然后你会发现说怎么突然1个月2个月内去了好多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一直不断的发生，一直不断的换场景。然后宇宙其实要让你知道说，这个人就是在你等待已久的时刻的时候，终于在确定的时间里面立刻出来，要补齐你之前失去的很多的享受生活中的旅程。这个人出现的会带来这样子的推力。所以如果你最近遇到有一个人好像一直邀约你，带你去哪里什么什么什么，你发现他也没有特别去表达说他是对爱情对你的喜欢，他就觉得他特别喜欢约你，特别喜欢带你去，你就跟着他，你会发现整个人生的视野各方面都跟你原本的不同。那你们两个的感情就是在这个不断的频率很高的见面约定相处里面，会慢慢的生成出爱情的。因为战争牌也象征某种平衡内在的力量啦。你的新恋人可能外表很坚强，可是内在很细心，行动很果断，可是对于情感感知力很强，很敏感。所以他在整个要进入爱情前，或是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是一直试探的，他也不喜欢模糊地带。
他希望有方向感，要就一起往前进，然后对话的时候就是很诚实的对话。他这种特质会让你感觉很安全，所以才会在说他一直带你去哪里，约你去哪里，带你去看什么，你会觉得很安全，因为你觉得这个人极为诚实，极为真实哈。不过战车牌在这里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这边注意一下，就是说他有可能他的背景跟你会有可能是不同城市，或是他原本来到你面前，他是跟你完全不同的生活圈、朋友圈。因为战车牌也有一种距离的感觉，象征着某种旅程、旅途。所以他在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会花很多时间带你去，跟你一起约你，因为他想要把这个距离拉近，他想把这个距离拉近。你跟他相处都会发现说，这个人很特别，他对所有事情都有很明确的答案，对未来有很明确的方向感跟目标感。你会发现他生活他好像很多时间约你，可是他其他时间又好像很忙，因为他非常努力经营自己的未来。然后你会发现说，他这个人的行动力很强，好像静不下来，闲不下来。然后你会被这种很强烈的、复杂的、丰富的行动性而吸引。然后他跟你相处的时候，又好像又把节奏拉慢，让你觉得他很真实、很稳定。主要是因为他不想要自己就是唯一的领导者、主导者，他希望互相尊重，所以他即便想要劝你带你去哪，他还是先问你意见。可是你会发现说，他有很多的方案 A、B、C、D， 不无聊，因为战车牌带来的节奏非常快，但他会保持你心里的一种平静跟平衡。所以你一遇到他的时候，会发现说有某种生活感一直在往前加速，然后你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说好多东西我都还没有细心感受啊，怎么好像又在往新的位置去了？其实啊，你要把这个理由跟借口丢给宇宙，因为宇宙希望你在这段关系的时候能够自然的快速推进到你们两个快要到的那一个交汇点，可能就是确定爱情啊，确定两个人的心的位置。宇宙可能有点迫不及待的觉得说，前面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你们就赶快往那里冲去就好了，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就像是确定了很明确的两个人未来的方向感。他的出现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一遇到你的时候，会有非常多明确的表达。好，然后这个人出现呢，也代表战车牌再给你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人一出现，就会让你发现说，爱情呢会让你变得很勇敢，你会很想跟着他去挑战什么，因为你的新恋人不只是进入到你的生活，他的出现是让你重新相信，说自己好像可以有很多的能力可以面对未知未来。以前你觉得好像都没有很前进，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不上不下。这个人出现之后，发现说好像整个世界的视野都变了，但是他的缺点就是他可能没那么平静。但是他会在初期，你跟他认识、相处，不一定要到恋爱的交往或是恋人，不一定要到这边，光是朋友跟好朋友的这个部分，你会发现你成长得很快，好，学习了好多东西，看过了好多东西，不断的被整个好像被命运的推动去，节奏变很快，也有一点累，可是整个内在的丰富性很高。然后后来感觉被不错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他很想跟你一起确定未来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一起前进，因为前面这个相处就已经都很不错了，所以。当你感觉到你的生活好像被一种很奇妙的、美妙的能量推进、加快节奏的时候，那就表示说这个人也正在靠近。其实也不一定要到这个人出现才会开始加速哦，而是这个人快要靠近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好像事情变多了，能参与的特别的活动，认识的人也变多了，好像你一天24小时不够用。睡觉8小时，现在的12小时，时间不够用，可是生活却变得很丰富，那就表示它跟你的能量在靠近，已经有重叠性了，它所带来的这一个节奏感已经开始在你的生活里面发酵了。好，那这个就是3号牌的3张牌啦。好，那3张牌完全不同，你可以感受一下哪一个是你的哈。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